来给大家去说这些碎钻系列我们的一个粘贴方式，碎钻系列的粘贴方式。昨天还是前天来着，刚教过大家一个就是散粉类的那个，在直播课的时候也教过大家啊。然后今天一块再给大家重新过一遍。像碎钻类的这种粉类，它只有用到的是什么胶呢？我们大家一块记一下，就你们可以记下来，到时候会用会不用，大家再去定就行了啊。碎钻粉、毛呢粉，还有矿石、矿砂。反正就是满甲的这种颗粒类的，我们怎么去粘贴？还有一些小碎钻，还有咱们的小碎钻啊，就是这几种粘贴方式，其实所有这种散粉类的都一样。它不是说粉，它只是说这种需要满甲去做的，需要满甲去蘸这种毛呢粉的这种做法，它会有一点点不同，它会有一些不同。我的粉怎么找不到了？可能啊，我找一个这个最干脆直接能直观的看出来，我直观的能看出来。先这些吧，咱先把这些捋过去，然后再说后面的啊。来，整个甲面我们随便拿一个甲片，同学们随便拿一个甲片，我们会用到什么去胶？会用到什么胶？我放到真人手上去操作，放到真人手上啊。假设说这是真人，假设这是真人，一个甲片贴好，然后它会用到的胶，但凡是在这些粉之后，我们不能再封层的，不能再封层的。我们就是说，在这一步之后，如果你不能再封层，它就是最后一层的那种质感，那么我们会用到什么胶呢？硬式免洗封层。还有什么免洗粘钻胶？还有咱的免洗粘钻胶，你们会发现它是什么？它属于一个免洗类啊，它都属于一个免洗类的。只要是在它这些粉作为最后一层来说的话，它就是要用到的是免洗类的，好吧？但是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款式是夹在中间的，那我们用这些粘稠一点的透色胶，比如说光疗胶呀，还有咱们日常的粘钻胶，我说的是不是免洗粘钻啊？粘钻胶，还有咱们的这个加固胶、流平胶等等等等，这些只要粘稠一点的透胶夹在中间的都可以用，好吧？这是这两种方式，就是如果做款式的时候，我是把它想放在中间。你是想把它放在中间，那我们就可以用这种胶，也可以用这个啊，也可以额外加上这个。但如果说我们不要再封层的话，那么我们就直接用免洗类的胶去进行粘贴了。然后来，接下来说，如果我是在这个不再封层之后，我直接在面上去操作的话，像这种毛呢粉啊，之前是比较火的这种嘛，怎么去操作？很简单，很简单，来取咱的这个免洗粘钻胶或者硬式免洗封层，根据你们的需要来就好，只要是免洗类的就可以。来看啊，取你的光疗笔。光疗笔呢，我们光疗笔呢是来铺胶用的，是铺胶用的，给它洗干净，满甲去铺。铺的时候，只要甲面有轻微的厚度就可以。就前面我不管你是不是款式还是什么。好，满甲去铺，然后边缘的地方不要去包边，不要用这个胶包边啊，这是这个注意点。铺的时候不要包边，
千万不要包边，包边它就会粘粉，粘了粉它就容易掉，我们只是要它整个甲面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拿顾客的手，指甲短的反过手来，让它往里先去蘸一圈就可以，直接反过他的手在这个里面去蘸一圈，这样相对来说会不容易撒的到处都是。但是像后缘的地方，一旦我们抓不到或者我们蘸不到它那个粉的话，取咱们的这种只要带个小勺勺的，把他的手拿过来，看一下啊。这网上现在不是有给大家推了一些什么碎钻收纳盒那种，我有，但是很少用，因为那个东西有的时候它粘的很厉害，所以不如让大家直接接着它原来的这个盒子，然后把我们的粉撒上去，先撒厚一点，一定要撒厚，就是不要薄薄的撒，不要舍不得，完了它接着就回收过去了多余的，看没？你看你用那个碎钻收纳盒满满的都是，还不如用这个节省一点。好了，来，然后这样弄好之后，我们轻轻的。你先去后刷啊，先去后刷后撒这个粉，撒好之后，我们轻轻的把甲面压进去，就是把这粉压到胶里面去，然后表面还能保留一些，然后指尖我再少来一点，那就比较薄，看到没有？这么压上去，压好之后来把它手侧面点一点，让这些多余的粉先抖一抖，不要碰，直接拿去照腾，照灯多久？照灯60秒，同样也是照灯60秒啊，就是说不要包边，直接去撒粉，然后照灯。这个月的课程大家都觉得非常简单，都等着看回放，是不是？不如之前咱们学俄式啊，学这些东西的时候人数多一点啊。所以说那个，不管你现在是什么时候在看，只要咱能学到就行，好不好？只要能学到就好。照灯60秒，稍等它一会儿，一定要照灯时间要够，不够的话那个胶是硬的，照灯时间一定要够，不够的话胶是软的，我们需要让它胶硬一点，所以说在60秒到120秒之间，根据你灯的瓦数去调节。以后大家再问这个照灯多少的时候，我只能给大家说一个大概，具体你们自己灯自己要去做测试的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来看，注意看啊，这一步之后，我们照完灯了，取出来了之后怎么做？这一步很重要，因为上面这个粉会过一段时间它会掉，但是它不会全部都掉，所以说呢，我们需要怎么提前先把别让顾客来说啊，我2天怎么掉这么多粉，感觉跟那啥似的，拿一个硬毛刷，废掉的就是比较脏的硬毛刷，从上到下，先把它容易掉的这些，我先给你弄下来。对不对？我先给你弄下来，也就是把多余的这些粉先给它刷掉，保留剩下蹭在甲面的那些就属于一个比较干净的了。不要用软毛刷啊，用硬毛刷去刷，刷掉多余的粉，然后来打磨边缘。用咱们的修行锉也行，你用海绵抛也行，都可以了。为的是什么？让边缘不要有颗粒，然后一个它摸着不舒服，也会容易开边起翘。那有同学问老师，这个样子我之前包的边不就白包了吗？其实这个之前也没包什么边，就是底胶加固，然后就是这个封层，很简单，它又没有底色，底色都会被盖住，对不对？那所以说这个就算有底色，你这么去打磨，我基本上做完指甲边缘都会磨一下。我可能不这么去教你们，但是我都会这样去磨，因为一旦你们操控不好，很容易就是整个指甲就开边起翘就掉，好吧？所以你们可以磨一下，也可以不磨。边缘呢，让它干干净净的，不要有这些颗粒。一个呢，它摸起来舒服；第二个是保证它的持久度，好吧？这个就完成了。简单吧？那同样的，你要做满甲的碎钻、满甲的等等等等，你是不是接着就会了？它的这个操作方式是一样的啊，能看明白吗？就这样就行，它就是要这种质感的。然后之前咱火这个毛底粉，如果是在封层之后，咱们需要做一些纹路，对不对？需要做一些纹路，比如说用石膏胶去做。石膏胶它属于一个免洗的，所以在这上面直接刷是没有问题。免洗的直接刷没有问题。如果它是一个不免洗的，你就不能这么去操作了。比如说我们上面可以在它上面，它会不太好粘啊，得厚涂。直接刷上去，一会儿去照灯就好了。黑色、白色，喜欢什么颜色刷什么颜色就好，好吧？有好。
好多的这种小钻都是如此啊。我就是还是那句话，希望大家就是在粘这个粉的时候，你表面可以任意去搭配颜色，自己去定，怎么做都行。但是我的要求就是你们指甲的边缘唯一要求啊，指甲边缘不要有毛刺。注意点就在这儿了，第一个边缘边不要粘，然后第二个做好之后边缘呢要去给它怎么样，稍微打磨一下，边边不要粘，稍微打磨光滑一点啊。我这样就写到一条里面，咱就不用写多了。第二个必须要求的做这个的点就是两侧，也就是说这个粉也好，是你的钻也好，还是原来那句话，粉也好钻也好，两侧它的厚度是不能超过甲沟两侧的。厚度不可过多的超过甲沟，能明白我意思吗？就是它可以边缘有，但是它的厚度不能超过底，侧面甲沟特别多，会显宽啊，会显指甲宽，好吧？就是这些字，我的字是不是可丑了？我就一边写，你们一边记。如果没有听懂，哪里没有看明白，你们就问就好。今天不管人多人少，咱有几个人算几个人，好吧？大家能早学到就是这些，好不好？来，石膏胶刷上去，没有问题之后，我们把它去照灯。石膏胶不需要封层，像这些呢，它本来甲边就属于颗粒感的，顾客但凡敢选这种款式，他一定做好心理准备。你只要轻微嘱咐一下它就可以了，哎，做好这个款，封层之后去做的啊，照灯。那我们要是说夹在中间的这种，我们去做，就是除了用这种方法也是一样，只不过在它之后需要打磨，打磨完了要再上加布或者带上其他的颜色款式加进去而已，加进去而已啊。什么意思呢？啊，我想把这个取下来，就是可简单，我随便拿个什么去做，你们都会是一样的做法，所以这些没啥有难度吗？没有什么难度的啊，没有什么难度。就是这些东西没难度。好了，你们可以用免洗类的，也可以用任何的光疗胶、粘带胶、加固胶、牛皮胶刷上去都可以，都可以啊。我这胶接已经放到这，咱打开就用它，继续用它，好不好？来甲面，我接下来用这个碎钻类的表示。来，还是老样子啊，不包边，然后反手让姑姑的手放进去。这是一个碎钻系列，巨闪的那种，看到没有？特别的闪。然后当感觉不好去刷粉的时候，我们直接在哪里？桌面，这就为什么让大家经常垫一次性桌布，不是一次性桌布，就是一次性那个垫巾呀，还有或者说是咱们的厨房用纸呀。原因一旦撒到桌子上到处都是的时候，我们只需要把纸扔掉就可以，就不需要来回扫半天，扫的也就满桌子都是亮晶晶，对不对？弄好，来稍微压一压，压完之后再去点啊，先压好之后点，没有问题了，去照灯，就任何甲型都是一样的。照灯多久？同样也是60秒，都是60秒。这个切记一定要小心翼翼，不然它会扫的到处都是。桌面上这些粉呢，就不要用你去给人家扫手的那个用粉尘刷了，因为那个刷子，说实话，一旦你这上面亮晶晶，大家都知道，咱过年对脸上的那些黄色的，你拿手抹一下，在身上任何一个地方碰一下，它那个亮晶晶能维持很久，对不对？它都不带掉的。所以说这种的情形也是，如果你在那个刷子上用那种咱们平常刷指甲的刷子去清理桌面的话，它那个里面它会吸掉很多的亮晶晶。你看这个上面已经存在特别多亮晶晶了。然后我们以后再给的顾客去扫甲面，你刚擦干净的甲面一扫，哟，这哪来的亮晶晶？是这个意思。所以粉尘刷我们真正做顾客，准备一个新的，准备一个旧的，旧的就用来扫灰尘，新的就专门只用来去做前置处理，就是扫甲面用的，好吧？这一个之后，咱们就拿咱们底下阴毛刷再去给它刷掉。我接着这个垃圾桶了啊，刷的跟刚才是一样的，也是拿阴毛刷直接从上到下这么去带一带就可以。能听到吧？就是稍微使点劲儿，你多刷下来一点，它以后就少掉一点；多刷点就少掉点，能留住多少是看它本身的一个这个性格了啊。他想多留就多留。好了，来，如果这个粉是不要这种在最上面的需要亮晶晶的，要夹在中间的，首先啊，
擦好粉，蘸好粉之后就照完灯了。我们也是刷完了，我们先要怎么样？打磨甲面，打磨边缘啊，打磨边边，打磨边边，然后再开始上胶。上什么胶？先上底胶，再去找平做款式。因为这个粉它没有粘性，还是那句话，粉没有粘性。如果你直接去铺胶，就相当于在打磨完的甲面上直接铺颜色，就指定会开边，而且这些粉也会掉，所以说就只能等着怎么样？整甲脱落。所以赶紧啊，就是甲油胶脱落，就是大家一定切记这个点，好吧？边缘打磨光滑之后，我们先去取底胶，用底胶先去给它包一层。其实像这种碎钻在甲面上，再加在中间的款式做的很少，但是我怕你们中间会有一些什么时候偶尔会做一些特殊的款式，所以我就当那个什么提前告诉大家了。你们平常这种款式真的做的比较少，一般喜欢这种料金加在中间的，直接咱用那个什么来着，碎钻胶和涂胶就可以了啊。要的是颗粒感的，所以才在封层之后去做这种满甲类。好啦，底胶包边。其实你只要涂好的话，底胶都可以找平，根本不需要下一层的找平。所以为什么我说在底胶之后找平，或者直接就做款呢？好不好？哎，底胶之后找等。